九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可以继续拿你当朋友，王大富那件事我也既往不咎，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生意门路。秦九月正要一口唾沫啐到他脸上，陈秀秀忙继续说：九月，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从记事起就认识对方，你忍心这段友情就这样的破碎吗？实话跟你说，我不光忍心，我还恶心。喂，哼，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台阶下，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不就是养鱼吗？就跟谁养不活似的。秦九月，我陈秀秀哪里都比你强，养的鱼也一定会比你养的鱼强。那你就养啊，我又没拦着你，平白无故来向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真怀疑你脑子有病。说完，秦九月也不理会陈秀秀青白交加的脸色，牵着自己的2个崽崽就回家了。宋秀莲听说他抓到3块相邻的地，开心坏了，立刻就要让秦九月带他去看地。明天我就带青野过来除草，争取在青野上学堂之前把这3块地都给整完。我也来帮忙。九月，你就在家里给我们做做饭就行了。王大娘也跟着陈秀秀来看地。娘，咱们就把这块地挖成鱼塘，既然咱们打算养鱼，就要正经八百的养，像什么混在稻田地里的那种野路子，咱们家才不稀罕呢。儿媳妇儿，你说的对，咱们明儿个就找人过来挖鱼塘，后天就让王贵、王安兄弟俩去府城里买鱼苗。九月，咱们家的田多了，咱们要不要也挖鱼塘啊？不用，用稻田养鱼，我也能够肯定，咱们家的鱼产量绝对比他们家的要高得多。那好，我都听你的。对了，我想用一块地种白菜。白菜？种一块地，那么多白菜，咱们能吃得了吗？我想用白菜做吃食。好，要不咱们3块地都种上？不用，1块地就行。你就不怕村里人说你纵容我瞎胡闹啊？有什么好怕的？娘觉得你就是一块宝藏。九月呀，你到底还藏着娘不知道的多少惊喜？其实还好吧。婆媳俩看完地回去，路上遇到了不少村民。哟，江婶儿就是大度啊！以前老四媳妇儿那么对你跟孩子，现在都能重归于好，平常人啊还真是做不到呢。就属咱们江婶儿厉害厉害呀！你要是实在没事做，你那张嘴要是实在闲得慌，就去把咱们村里的各家各户的公桶给舔一遍，还能落得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多好呢！非得人嫌狗憎，有病吗？李春花扁扁嘴，还记得上次被秦九月打，就灰溜溜的跑了。这种人不用理会他，越理会他，他越蹦跶的厉害。娘最有经验了。当年我嫁给你爹，出门走上2步，就得有3个人对我指指点点。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受不了，心里特别委屈，特别想哭。可是后来等我发现我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这心里呀，竟然就很奇妙的不那么难过了。的确，好多人天生嘴贱，好像不损别人1、2句，自己就活不了似的。你当初是怎么嫁给3宝爷爷的呀？当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落入悬崖，幸好你爹和隔壁的王大叔去打猎的时候发现了我，把我救了出来。那时候你爹家里只有他和3个孩子，而隔壁王大叔家里还有个老娘，所以2人一合计，就让婶子先照顾着我。我从昏迷中苏醒的第2天，你王大叔没过门的媳妇儿，就是现在的王大娘，就找上门来了。这婶子实在没办法，就把我赶了出去。你爹不忍心看到我一个姑娘露宿街头，便也不顾男女之别，让我暂且住在他家。那个时候，你爹一门心思想着给我找个婆家，可来的要么是官夫，要么是光棍，要么是不着调的二流子。他们来提亲，都被你爹给打了出去。慢慢的，这村子里就起了谣言，说你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把我据为己有。后来你爹就想着要把我送走，我就跟你爹说，我想嫁给他，我愿意给他的3个儿子当继母。
你爹不答应，我俩耗了半个多月，直到有一天你爹从山上打猎回来，被母大虫抓伤了，伤势十分严重。你爹说，如果有下辈子，他会等我，不会娶妻。你爹这个人呢，恐怕就是觉得自己肯定活不成了，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不然就算是打死他，他也不可能说出来。也幸亏是你爹命大，那么重的伤还竟然硬生生的挺了过来。后来我俩就成了亲。那你后来想起来了没有？没有，不过既然能忘记，想来都是一些痛苦的记忆，记不起来也挺好的。的确是这样，有的事情忘记了的好。夏晌，秦九月和江青野背着竹筐上山捡柴了，三宝非要跟着一起去。奶奶，宝宝也想去啊。去山上的路难走，你年纪太小了，到时候你娘和你大哥还要背着你，这多费力气啊。小家伙想了想，好像是这样，一本正经的点点头。宝宝要吃多多，要长得像大哥一样的，然后跟着娘一起去捡柴。对。奶奶今天晚上给你多盛饭。宝宝要吃2大碗。好。这时候江老三家的儿子铁根从屋里跑了出来。奶奶，小树啊。铁根，你要出去玩吗？我可以带小树儿一起出去玩吗？宋秀莲愣了一下，老大、老二、老三家的孩子从来没有单独和小树儿一起玩过，说实话有些不放心。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外面他们都有妹妹，就我一个人没有妹妹。可是小树儿也是我妹妹啊，所以我就想带着小树儿一起玩。你愿意跟铁根哥哥一起玩吗？小舒儿用力地点点小脑瓜，两个小家伙很快手牵手一起出去了。你们在这边捡啊，我去山上看看。山里有很多野兽，你小心一点，别被野兽吃了，我可不去救你。好好的一个孩子，非长了一张嘴。秦九月手里随便捡了根树干，一边扒拉着，忽然耳边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目光向四下打量，冷不丁地看见一只肥兔子，双手做出抓捕的姿势。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之间，从草丛里钻出来一只大蟒蛇，似乎也是瞄了肥兔子好久了，直直地朝肥兔子划去。野兔发现大蟒，便拖着肥重的身子忙不迭逃窜，但大概是这只兔子有点肥了，以至于瞬间就被大蟒蛇圈住了。就在蟒蛇对兔子张开血盆大口时，秦九月忽然将手中树干扔进大蟒蛇嘴里。看招！大蟒蛇吐出树干，彻底的怒了，带着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秦九月，猛地扑上来，直冲秦九月的面门。秦九月躲过这一击后，奋力一跳，手指抓住一根树干，在大蟒蛇再次扑过来的时候，双腿蜷缩，让它扑了个空。抓住他转身和转身之前那一刹那，秦九月拿着手里的鸭子形树干，快准狠地钳住大蟒蛇的脑袋。你给我老实点，今天我要你死定了！他骑在大蟒蛇身上，另一只手在地上捡起一块尖锐的石头，摸准大蟒蛇的7寸之地，用尽吃奶的力气狠狠打下。今天不是你把我吞了，就是我把你打死。秦九月也算给了他一个痛快，一击毙命。吓死我了，还以为我要葬身蛇腹了。蟒蛇死掉以后，秦九月赶紧将竹筐里的柴火倒掉，把蟒蛇的尸体放进里面，抱起了大肥兔子。刚准备下山，结果脚步走得太急，冷不丁的被绊了一下，差点把兔子扔了出去。垂眸一看，这是葛根。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一片竟然到处都是葛根。秦九月挖出2、3块放在竹筐里，然后把被他挖得面目全非的土地全部填好，
然后背起竹筐，抱起大肥兔子，秦九月一路畅通无阻的下山。娘，你抓了一只野兔吗？好棒啊！兔兔这么可爱，是要麻辣还是红烧啊？母子三人一路回家，在小河边的柳树下看到了铁根和小舒儿。铁根儿，小舒儿，铁根怎么和小舒儿在一起呀？四婶、青野哥、三宝。啊，娘，这是你给宝宝抓的小兔子吗？宝宝好喜欢。我们先回家。哎呦，这么肥的兔子，真重！这兔子腿受伤了。我的筐子里有一把紫珠，江青野，你用蒜臼捣碎，敷在兔子受伤的伤口处，可以止血。江青野哦了一声，起身去干。他一根一根的将秦九月筐子里的柴火都捡出来。江青野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声，把秦九月吓了一跳。他忽然想起筐子最底下是那条大蟒蛇，急急忙忙走到外面。你在干嘛呀？你怎么敢摸蛇？这是死蟒蛇，晚上我打算用它给你们做蛇肉吃呢。谁爱吃谁吃，反正我不吃。我也不太敢吃，要不我还是吃兔子吧。兔兔那么可爱，不许吃兔兔。三宝，小舒妹妹说的对，怎么能吃兔兔呢？这只兔子呀，是真的吃不成了。它怀崽子了。那就先养着吧。我也是这样想的。老二之前编过兔子笼子，我去找一个把兔子给喂起来。啊，那我不能吃麻辣兔肉了呀。它肚子里有几只兔宝宝，要是现在把母兔子给宰了吃了，那真是丧尽天良。三宝乖啊。那就不吃了。奶奶，大兔兔会生好多好多小兔兔吗？对呀。那太棒了，宝宝可以养它们吗？树啊，整日给它们拔草吃。奶奶，我们可不可以种一点点胡萝卜呢？当然可以，过几天你娘要种大白菜，咱们可以在地头上种一垄胡萝卜。奶奶你真好。晚上，秦九月用巴掌大的蛇肉做了一锅满满的蛇肉羹，味道鲜美浓郁。快来吃饭，铁根也一起吧。除了三宝，没有一个敢吃的。九月，你快吃吧。秦九月无奈，这么好吃的蛇肉羹，他们竟然都不吃。来，三宝尝一尝。三宝咬了一大口。太香了，又香又嫩，比鱼肉还香。四婶，你可以给我一小块，我尝一尝吗？当然可以。铁根看了半天，才闭上眼睛，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三宝没骗人，真的太香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四婶好厉害。大哥啊！江青野一张嘴，三宝就往他嘴里塞了一块蛇肉。江青野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随着口里的窝窝头一起嚼了起来，却万万没想到还挺好吃的。嘿，大哥，你想吃就吃呀，又没人不让你吃。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那可不成，不认识我的人看我不说话，肯定就把我当哑巴了。哼，就你歪理多。果然，真香定律适用于从古至今的每一个人。此时此刻的堂屋，江大嫂看着江老三和江三嫂进来，立刻冷嘲热讽地说道：“你家铁根呀，都跟着老四家去吃饭了，你俩咋不跟着一起去呀？”铁根非要去，他又不听我的。哎呦，说是孩子不听你的，背地里啊还不知道怎么教孩子呢。老三媳妇儿，你是不是看着现在老四家里发了，就跟那墙头上的狗尾巴草一样，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跑呀？你说说啊，咱们妯娌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知道江老三媳妇的花花肠子还那么多呢。哎呀，大嫂，其实啊，这也不能怪老三媳妇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自古以来就这么个理儿。那咱们总不能卡着人家脖子，不让人家去吃香的喝辣的吧？哼，赶紧坐下吃饭吧。咱们没有那个口福，也就吃点窝窝头就咸菜。要是有些人嘴巴金贵呀，那就找地方去吃得了，以为都乐意跟你们一起吃饭呢。大嫂，都少说几句吧。孩子是孩子，大人是大人，孩子什么都不懂的。老二媳妇儿，你这话可算说对了，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啊，孩子做啥还不都是大人教的吗？小孩子可不知道舔屁股眼儿。那什么，我不吃了，你们吃吧。说完以后，扭头就回自己屋里去了。哼，老三呀，你这媳妇儿呀，脾气还真是大。大嫂呀，不就多说两句吗？就给大嫂甩脸色看，还真是不把大嫂放在眼里啊。大嫂，铁根娘不是这种人。江大嫂如今就像是疯了的野狗一样，逮谁咬谁。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冤枉她了？大嫂，我也不吃了。说完就扭头回屋了。哼，那感情好，最好呀都甭吃了，还省粮食呢。今天不吃，明天不吃，有本事你们一辈子都不吃。大嫂啊，你也别真生气啊，气坏了自己的身子，也就自己心疼。他们爱咋舔就咋舔呗。你前2天去他们屋里干嘛了？哦，我呀，我看见他们家鱼塘里的鱼长大了，长得又肥又壮的，就想着去要2条炖汤，给咱3家的小孩都喝点儿。谁知道呢？哼，那老不死的呀，和老四媳妇都不给不说，我还让老四媳妇啊给用扫帚打出来了。哎，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啊？我，哼，他们根本不把咱们当一家人，不就是养了几条鱼吗？还真把自己当成养鱼大户了，赚了几个钱，尾巴都要飘到天上去了。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有他们哭的时候。媳妇儿还生气呢？江老三，虽然我娘家穷，但我也从没受过这种委屈。小孩子在一块玩怎么了？别说不是我让铁根去的，就算是我让铁根去的，你说难道我做错了吗？你们都是一个爹生的，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你说非得闹得像是世世代代的大仇人一样，平白无故让邻家摆设的笑话，这样他们就满意了。赵老三，你说现在弄的我两边都出力不讨好，我到底是招谁惹谁了？我赶明儿个带着铁根回我娘家算了。江老三本就嘴笨，此时此刻也只能着急的跺脚。怎么能回娘家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欺负你了。那你说现在怎么整？你说呀。我去找铁根了。哎，又跑了。每次一说这件事就跑，跑能跑出个结果吗？早晚都要面对。娘，我来接铁根回去了。爹，小叔儿说等兔子生了小兔子，又送给我一只呢。呵呵，你连你自己都管不了，还想养一只兔子？你能养得活吗？三伯伯，你千万不要小看小孩子哟。宋秀莲把老三拉到一旁。你们是不是吵架了？老三挠了挠后脑勺，憨憨一笑。要不以后就别让铁根过来了，让铁根和铁蛋还有招娣他们一起玩。我不要和他们玩，他们老是打我。我把从姥姥家里带回来的好吃的分给他们，但是他们有好吃的时候总是自己偷偷吃。我喜欢和三宝还有小舒儿玩。宝宝也愿意和铁根哥哥一起玩，我也愿意和铁根玩。铁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我也喜欢三宝和小舒儿，还有奶奶四婶儿、青野哥哥和青矿哥哥。我以后只在四婶家玩，再也不去大伯娘和二伯娘家里玩了。爹，可以吗？江老三低下头，自家黑不溜秋的儿子正双眼放光地看着他，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儿子这般。唉，好，以后你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爹娘都不拘着你了。哦耶哦耶，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玩喽。秦九月却给老三盛了一大碗蛇肉，端过来塞进他手里。老三受宠若惊。你们留下给孩子吃，我不要。家里还有好多，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这是9月的一点心意，你就拿着吧。我听你们吵了2句，似乎也没吃饭，带回家和你媳妇儿一起吃。铁根在这里吃饱了的，回家以后就别喂了，怕撑着。弟妹有心了，谢谢娘。铁根，回屋了，明儿你再过来和弟弟妹妹玩。江三嫂看见老三带回来这么多肉，这是娘给的。老三点点头，给你就要啊？你是不是傻呀？他们一家人吃顿肉也不容易，家里孩子又多，你说说你这人，哎呀，我都不知道咋说你了，你赶紧给娘送回去啊！弟妹和娘都说要给咱，我能不推辞吗？不过弟妹说家里还有不少，娘也让我拿着，我就拿来了。快过来吃饭吧。爹娘，四婶做的肉太好吃了，我在我奶奶家吃的时候，都快要把我自己的舌头给吞下去了。我宣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娘，爹说让我以后想跟谁玩就和谁玩。真他娘的香！媳妇儿，你快尝尝。铁根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大嫂和二嫂这2个人的人品不行，我也不愿意让铁根和他们家的孩子玩。铁根和铁蛋招娣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受欺负，谁家的孩子谁心疼。反而是今天我看铁根和三宝还有小舒儿一起玩，3个孩子玩得可开心了，这才是小孩子的模样。我就想着咱们以后就别拘着孩子了，他想和三宝玩那就和三宝玩，大不了就是把大嫂二嫂得罪了，可这有什么关系啊？咱们一家3口时时刻刻看着他们2家的脸色，咱又不欠谁的。只是父亲不在了，大哥是一家之主，咱只是尊敬他们，可咱又没卖给他们。闻言，江三嫂忽然红了眼眶。媳妇儿啊，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就跟我说，不行你打我1巴掌都成，可是你别突然就哭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当家的，我终于听你把这话说出来了，以后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娘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咱们孝敬是应该的。要是大嫂二嫂他们2家因为这和咱闹了矛盾，大不了啊，咱也分开桌吃饭，不就是我早晨早起一会儿，晚上晚坐一会儿吗？毕竟都是一家人，在一个院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能不闹就不闹。这个道理我还能不知道吗？我要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早就和大嫂二嫂打得不可开交了。只要他们不找咱的事儿，我就能跟他们相安无事地处下去。好媳妇儿，这就对了。来，快尝尝，以前从来不知道老四媳妇儿的厨艺这么好，菜都凉了，肉还是又鲜又嫩。一家人坐在炕上，围着小炕桌，其乐融融地吃了饭。秦九月带着江青野去书院，一路上江青野都闷闷不乐的。青野啊，去了书院就得好好学，争取早点考上个状元回来，好好孝敬你奶奶和你娘。秦九月先带着江青野去了一趟千禧酒楼，结算了最近几天的银子，然后去了药铺。老板，说药吗？什么药？葛根，块头大着呢，还都是野生的，您瞧一瞧。秦九月可以确定，山上葛根必然有许多，如果药铺要得多，他就可以考虑一下规模性种植。掌柜的搭眼望上去，余光忽然瞥到门口，眼睛一亮，直接将秦九月晾下，笑意满面的走到门口。少爷，您怎么来了？过几天出趟远门，给我包点药。一开口，秦九月忽然觉得有些耳熟，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这是周家的大公子周子昂，第一次卖刀鱼的时候，便是卖给了这位大公子。还是上次的药方，给我抓半个月的。公子，您有药路了？出门在外总得备着，喝不下去也得硬喝。哎，好，等下我包好，让小药童送到府上。周子昂看见了秦九月。有客人。公子，这位小娘子来咱们药铺卖葛根。周子昂微微颔首。周公子，敢问您是喝不下中药吗？周子昂愣了一下，旋即点点头。公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喝了太多的中药，以至于现在一口中药都难以下咽。公子，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喝药却不必喝药。公子有没有兴趣让我试一试？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啊。秦九月笑而不语，只是看着周子昂。如何一试？这可是看家的本领，岂能随意外传？
周子昂摸了摸，竟真的点点头。那好，我10天后出发。那麻烦公子告诉我，主要是什么病症，还有平时所吃的药方是什么？周子昂看了掌柜的一眼，恨铁不成钢的掌柜甩了甩衣袖，转身去找药方。小娘子这边请。说着，周子昂在前面带路。哎，你在干什么？你又不会医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么出去等我，要么乖乖别说话，听到没有？周某自幼体虚多病，寻访过无数名医，通常都是治标不治本，故而周某多年一直与中药为伍，拖着一副残败的躯体，苟活度日罢了。公子，你又在乱说。掌柜的拿着3份药方过来，递给秦九月。公子一般就是这3份药方换来服用。秦九月接过去，打开其中一份药方。黄芪4钱，当归3钱，熟地4钱，肉桂2钱，鲜灵牌3钱，黑附片2钱。都是一些治疗体寒的。每份药方给我包10份，另外把你们药铺常用的所有种类的香料都给我包2钱。我先送我儿子去学院，之后过来取。你确定？我不确定的话，在这里是浪费时间陪你玩吗？你这个年轻妇人，说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啊？你给我100两银子，我从早晨睁开眼到晚上闭上眼睛整整8个时辰，夸你都不带重样的。这笔生意做不做？你怎么不去抢钱呀？你少说2句，先给小娘子包药，药钱记在账上。掌柜的愤愤不平地撇了撇嘴。好，你们也不用怕我跑路，我和千禧酒楼是长期合作关系。如果5天后我没有过来，你们就去千禧酒楼堵我。自然是相信小娘子。算你有眼光。这时候，江青也忽然跑过来，站在秦九月面前，挡住秦九月和周子昂对视的目光。不是要卖葛根吗？哦，对，掌柜的，你要不要我的葛根啊？不要也得要了，那3块葛根顶多给你800文。成交。反正是在山上挖的，跟白捡的没什么区别，相当于白捡了800文钱呢。秦九月告辞周子昂，带着江青野往书院走去。公子，我怎么觉得这小娘子这么不靠谱呢？小年纪能懂什么呀？话不能这样说，人不可貌相。反正我身子已经这般了，那便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掌柜的看了看周子昂，忍不住唉声叹气。哎呀，公子这么好的人，年纪轻轻却落得一身病，真是老天不公啊！你方才和外男过于亲近了。喂，你年纪小小，怎么就这么迂腐啊？对视一眼就是过于亲近了？反正你现在是我爹的媳妇儿，你就不能和其他的男人眉来眼去，否则你就不是好媳妇儿。哎呀，我可是你爹成了活死人之后才被你奶奶买过来的，你爹都不知道我是谁。放心吧，你爹不在乎。忽然，江青野发现了一个盲点，这个女人嫁到家里是奶奶做主的，爹根本都不知道。如果爹有朝一日醒过来，他不喜欢这个女人，要把她休了，那怎么办呢？以前秦九月对他们那么坏的时候，江青野一心想着怎样才能搞死他，根本不曾想象过他爹醒来会不会接受这个毒妇这件事情。现在那个又坏又馋又懒又狠的秦九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他们还不错的秦九月。想到这里，江青也在心里默默地决定，如果爹醒来以后想把秦九月送回娘家，他一定会帮秦九月求情的，就算爹不想让他当媳妇儿。那就让爹把她认成干女儿算了，反正爹的小孩都那么多了，不差他一个。再说了，本来奶奶把她买回来的时候也没有成亲，谁知道是给爹买的媳妇儿还是小丫鬟呢？江青野决定了，就这样办。秦九月带着江青野去找院正，院正看了看江青野，轻轻地抚摸着长长的胡须，满意的颔首，照例询问了几个问题，江青野一一回答。江青野，杏花村人士，10岁，10月初1带着孩子被褥以及束修前来。
这是10月初1的入院见影。江青野仔细收好，秦九月让江青野先出去。院正，不瞒你说，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只是去年出了些问题，把腿摔断了，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以至于现在只能卧在床。但是那个小孩看起来比老大要喜欢读书上学堂，你们收不收那样的学生啊？不良于行，那怕是不行啊，他会影响其他学生的。老夫说句不好听的话，不良于行，将来也无法参加考试，所以上不上学堂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可以让青野休沐之时教他识得2个字。届时你买几本书，让他在家看看书即可。秦九月点点头，心中难免有些失望。多谢院正，麻烦院正了。秦九月告辞出去，江青野好奇地看着他。你偷偷地跟院正说什么呢？我专门拜托院正，说你要是在学院不好好听话的话，就让院正往死里揍。哼！还有，这小娘子是要给小哥买书啊。秦九月微微颔首，目光在货架上巡视了一圈。4书5经来一套吧。诗经和春秋就不用了，我们家里有。哎呀，这小哥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前途不可限量啊。江青野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秦九月让老板去拿书，结账的时候，秦九月忍不住感慨：怪不得现在读书不容易啊，书的价格比其他东西贵多了。人人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却也是万般皆价低，唯有书价高。总共买了7本书，竟然花了2两银子。老板，有没有适合3、4岁的小孩子看的书啊？有小人书，不过也得5、6岁才能看得懂。拿过来给我看看吧。老板随手拿下了2本放在柜台上，秦九月过去翻开一页。嚯，不就是连环画吗？给我拿3本吧。老板利落地包起来，出了书4。给三宝和小舒儿的就是浪费钱，他们2个人现在只知道玩，和尿玩泥巴都比看书有趣多了。那是你。迎着晚霞回了村，卸下了粮食。三宝和小舒儿立刻围上来，2个小家伙眼巴巴的，他们知道每次娘和大哥去镇上都要给他们带好吃的。铁根原本也想围上来，可想了想他娘交代的话，要是看到你四婶从镇上回来，就赶紧回家，记住没？秦九月看着原本和2个小崽子一起跑上来的铁根，跑到半道忽然转身了。铁根，四婶，你喊我有事儿吗？给你，回去和你爹娘一起吃吧。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冲着秦九月鞠了一躬。谢谢四婶。之后他就撒腿往自家屋里跑去。娘，四婶给了桂花糕，让我和你还有爹一起吃的。娘不是跟你说了吗？看见四婶从镇上回来你就往家跑吗？我跑了，不过没跑成，就被四婶喊回去了。娘，我们一起吃桂花糕吧。江三嫂又想生气又想笑，跟你爹一样傻憨憨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吃。在你四婶家拿了这么多东西，咱家都没有能回去的，你说这不显得咱孬吗？四婶和奶奶都不是那种人，他们不会背地里说我们的，只有大伯娘和二伯娘才会在背地里偷偷的说人家的坏话。这话以后可不能在外面乱说，要是让你大伯娘和二伯娘听见了，那可是了不得的，仔细扒了你的皮。我才不会在外面说呢，我只是和娘说。先吃一块垫吧垫吧肚子，等下就该吃晚饭了。要是吃饱了，肚子又吃不下去饭了，娘就给你藏起来，以后你一天呀就只能吃一块。娘，你也吃一块啊，四婶说让我和爹娘一起吃的。这东西我不喜欢吃，要把牙给填掉了，还不如窝窝头好吃呢。娘不爱吃，你爹一个大老爷们儿就更不爱吃了，我给收起来了。为了防止铁根偷吃，江三嫂踮着小肩，把桂花糕放在最高的箱子上。大人真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居然都不喜欢吃，这哪里是窝窝头能比得上的味道？北屋
江青野递给江青矿几本书，这是给你买的45经，是他主动给你买的，总共花了2两银子呢。哦，江青野欲言又止。如果你想帮他说好话，还是不要说了。江青野只能闭嘴，眼睁睁地看着老二躺下来。老二闭上眼睛，脑海中又想到那一幕。当时春寒料峭，小河里的冰有了融化的迹象。被冰封了一个冬天的鱼儿，争先恐后地从破裂的冰缝中探出脑袋来呼吸。那会儿的鱼儿最好抓了，村子里的小孩子们都跑去抓鱼，江青矿也不例外。那一日，他起得分外早，他要在村里的小孩赶过去之前去捞鱼，不然人太多了，捞到手的鱼儿自然就少了。他刚背后喊了一声，声音阴森森的：“江青矿！”吓得江青矿脚下一个踉跄，头脑一懵，一阵突如其来的头重脚轻，然后直直的从桥上跌落下去，打在了冰面上。本就不结实的冰面被打出一个大窟窿，江青矿的2条腿瞬间没入水中，他只能将2只胳膊长长伸开，这才勉强让冰面没有继续破碎。现在时辰太早了，根本没有过往的路人。他不敢大幅度挣扎，甚至不敢大声呼救，因为一说话胸腔震动，肯定还会继续掉落的。江青矿将所有的希望放在秦九月身上，他眼里充满了渴求，看着秦九月，而秦九月只是走到桥边，从上往下的俯视着他，像看着一只早该死的臭虫，声音冷漠如冰：“我要去镇上买珠花，你就在里面等死吧。”那时候陈秀秀就站在秦九月身边，笑眯眯地看着落水的他。哟哟哟，真可怜。九月，我们走。2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江青矿绝望极了。有没有人救救我？哎呦，我的老天哪，这儿有个娃娃落水了，快来人呐，救人啊！快抓住这根棍子，使劲把他抬上来！大夫，你救救我家孩子吧！哎呀，这个老朽也无能为力啊！这双腿啊，在冰水里跑的时间太久，已经坏死了。哎呀，走路可都是没希望了呀！江青矿睁开眼睛，眼睛里一片赤红，让他如何原谅那个女人？他甚至连过往的邻居都不如，张爷爷宁愿丢掉羊都要去叫人救他。可是那个女人呢？只是在欣赏过他的垂死挣扎以后，心满意足的和手帕交一起，高高兴兴的去镇上买了珠花，喜笑颜开的回来。我永远都不要原谅他。哥哥，这是娘给你们买的糖人。二哥哥，给。江青矿的情绪有些失控，他忽然推开小舒儿的手，小舒儿没有任何防备，小爪一疼，下意识松开，一个小糖人啪叽一声落在地上，摔得七零八落的。小舒儿傻乎乎地愣住，一双晶莹璀璨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地上的小糖人儿。刹那间之后，小团子反应过来，扁了扁小嘴，哭声还没跑出来，眼泪珠子却从眼睛里咕噜咕噜地滚下来。江青矿，你这是在干嘛？江青矿也没想到会把糖人打到地上，一时间看着最疼爱的小舒儿哭得伤心，他手足无措。小舒儿不哭，大哥把小糖人给小舒儿了，乖乖，再哭就不好看了，乖。听到声音的秦九月急忙从外面跑进来，结果就看到眼前这一幕。江青矿已经做好了承受秦九月怒火的准备。哎呀，都哭成小花猫了！哎，不哭了啊，不哭了。糖人叫了。秦九月给小舒儿拍着哭壳。哦，没关系的啊，不哭了啊。二哥哥不喜欢宝宝，二哥哥打宝宝的手和糖人。
他不想让小舒儿误解他，可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宝宝，二哥当然没有不喜欢小舒儿啊。你看看你的小糖人是什么？是兔兔。那给二哥的糖人是什么呢？是老虎。对呀，因为老虎太凶恶了，没有小兔兔这么乖巧可爱，所以啊，二哥第一眼看到老虎的时候呢，有些害怕，下意识的就把老虎打掉了。所以说呀，二哥哥只是怕老虎，不是不喜欢小舒儿的。宋秀莲默默地松了口气。老二啊，你胆子也太小了吧！小舒儿拿着老虎糖人都不害怕，你看看你都怕成什么样子了呀？还不如小舒儿勇敢。江千矿沉默了。是真的吗？江千矿微微颔首。宝宝还以为二哥哥不喜欢宝宝，吓死小舒儿了。二哥哥，你不用怕，有舒儿在，舒儿会好好保护你的。舒儿不怕老虎。谢谢小舒儿。不用谢，你是舒儿的好哥哥呀。宝宝，去外面找小三哥哥一起吃糖人吧。吃完小糖人呢，去门口拔点小青草，回来喂你的大胖兔子。小舒儿嗯哒嗯哒的点点头，瞬间满血复活。我的小糖人也被小舒儿拿走了。多大年纪了还吃小糖人？你娘是真敢买，你也是真敢要。哼，哪个规定年纪大了就不能吃小糖人了？小哥，你说胖胖什么时候生宝宝呀？谁是胖胖？就是兔兔呀，这是宝宝给兔兔取的名字。你看他是不是胖乎乎的，所以就叫胖胖。胖胖挺好听的，小舒儿真厉害。宝宝也就一点点厉害，兔兔是娘抓的，娘更厉害。三宝，小舒儿，过来，拿，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书。娘，我们不识字的，我们就是两个小文盲。小哥还认识他的名字，可是宝宝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哎。你们看我做什么呀？看书。哦，你们看，这是小人书，字很少，都是画出来的。这个是仙女吗？这个不是仙女，是月亮里的嫦娥。第一个故事呢，讲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奶奶给宝宝讲过，宝宝知道这个故事。哇，小舒儿真棒啊！咦，小哥，宝宝给你讲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后羿的大哥哥，娶了一个叫嫦娥的漂亮大姐姐，两个人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家一样幸福。嘿嘿嘿，有一天，一个长着长胡子的老爷爷送给了后羿大哥哥一颗仙丹，说是吃了仙丹就可以一直活着，不会死掉。傻舒儿，那叫长生不老。对，长生不老。人家的小脑袋太小了，记不住那么多的东西。等宝宝的小脑袋长得和大哥的大脑袋一样大，就不会忘记事情了。宝宝讲的已经非常好了，继续给小哥讲。好。小舒儿给三宝讲故事。最后嫦娥就像是漂亮的小仙女一样，呼啦呼啦的就飞到了月亮上。因为月亮上什么都没有，太寂寞了，嫦娥姐姐就养了只小白兔，就是我们家胖胖那样的小白兔。为什么我觉得像扑棱蛾子呀？小哥，你要是这么觉得的话，嫦娥会觉得你有点不礼貌的。小孩子的聊天实在是太有趣了。秦九月把小包袱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份一份的药，四个小崽子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娘，你有病吗？三宝，你礼貌吗？那娘，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药呀？娘，你还懂药理吗？略懂那么一点点吧。收了小人书、小炕桌，一家人挤巴巴的睡了。
翌日一大早，一不留神儿，迎面直直撞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女人又哭又笑，让人心里有些发怵。她看了秦九月一眼后，孩子挥舞着双手，唱唱跳跳的跑了。你等等娘！紧跟在女人身后的男人连忙对秦九月道歉：“老四媳妇儿，对不住了呀！你看我家里这疯婆娘又跑出来了，你别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我得去追她了。”男人小跑上去，拉住疯疯癫癫的女人：“行了，快跟我回家，你别再把别人的孩子给吓着。”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在等我。相公，我听见孩子哭了，我听见孩子在叫娘。男人扛起疯婆子，放开我！不顾她在背后用力击打，回了家。秦九月回去后，无意间提起这事儿，宋秀莲叹了口气：“那是老周家的，前年的时候，他家儿子田娃突然丢了，10里8乡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怕是被拍花子给拍走了。这不，当娘的哪里受得了，这就疯了。家里人一眼看不住，就跑出来找儿子。唉，也挺可怜的。谁说不是呢？”头晌，秦九月去田里除草翻土，打算种大白菜的时候，老远就看到隔壁老王家正在挖鱼塘，找了本门不少的年轻后生，阵仗还挺大的。宋秀莲停下来看了看，老王家真的也要养鱼了？挖就挖呗。这倒也是，大家各凭本事赚钱。忽然，老王家地里正在挖鱼塘那群人一起尖叫了一声，拿着锄头就往地头上跑，似乎是出事儿了。紧接着就听到又有人喊：“快点救人！老周家的疯婆子跳进去了！”哎，我过去看看，我也想去看看。都去吧，都是爱凑热闹的孩子罢了。鱼塘已经挖了一半，只看见鱼塘正中间挖出来一具裹着衣服的白骨，也就1米多高，看身量就是个小孩子。疯婆子被人死死按住，儿子，她疯疯癫癫的又咬又骂，又打又撕。秦九月心里咯噔一声，难不成就是老周家丢的孩子？都愣着干什么呀？快去找村长，快去呀！我这就去，这就去。一个年轻的后生踉踉跄跄地跑去找村长。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着实是被吓坏了。直到现在，有的人双腿还在发抖。王安蹲在地头上，一言不发。一炷香的时间过后，村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目光往地里一瞧，狠狠地吞了吞口水。老张，去找个席子，来几个胆大的跟我一起下去，把孩子先抱上来。人们纷纷后退，谁也不敢下去抱，毕竟还不知道死了多长时间。江青也自告奋勇地说：“村长，我和你一起下去。”秦九月一把江青也扒拉到自己身后：“村长，我去吧。”他做杀手的时候，这些场面简直是小意思。一群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儿，关键时刻还不如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你们好意思吗？村长，我去吧。村长和王安一起下去鱼塘，用席子把白骨包裹起来，抱了上来。疯婆子就要扑过来，村长示意人按住他，保护好现场。我现在就去隔壁村里借驴车去报官。王安，这是从你们家地里挖出来的，一定不能让人随便碰啊！王安点头。村长急急忙忙跑去借车，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哎，这不会真是老周家的儿子吧？要是老周家儿子，会不会是咱们村里的人干的？谁和老周家有仇啊？也没听说这老周家有过仇人呐。老周家人都挺好的。哎呦，真是可怜了，这个孩子当年也就3、4岁。哎呦，周家媳妇儿撕心裂肺的吼声响彻苍穹，闻者震颤。秦九月和江青野回了自家地里，告诉了宋秀莲。宋秀莲半天没有说出话，最后咬牙切齿道：“丧心病狂，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去手呢？”然后又嘱咐三宝和小叔儿：“你们最近不要出门了，就在家里陪着二哥和你们爹，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都不要跟他们走，也不要吃他们给的任何东西，知道了吗？”“我们知道了。”傍晚，县太爷才带着官差和仵作到来。仵作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木箱，打开，
里面瞬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器械。他一边对白骨进行检查，一边和县太爷汇报。死者年纪大概是4岁，左小腿骨被打断，脑骨凹陷，受到过重击，体内没有中毒痕迹。县太爷点点头，周家的所有人都被带来了，唯独疯婆子没有来。县太爷看着周老大，我记得你，2年前你们家孩子丢了，你去报过官。周老大眼眶红着点点头，他宁愿自己的儿子是被拍花子拍走了，甚至宁愿自己的儿子被拍花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小厮，也不愿意相信面前这具白骨就是自己的儿子。青天大老爷肯定是搞错了，这肯定不是我儿子。仵作起身，手上的镊子夹了一块已经发黑的银锁，拿给周家人看。周家老太太在看清锁上面的字儿之后，忽然尖叫一声，翻了个白眼儿，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是他给自己的小孙子打的银锁。周老大扑通一声跪下来，我的孩子，我儿子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往我4岁的孩子身上报呢？你来找我不行吗？你来杀了我不行吗？为什么要害我无辜的孩子？县太爷和仵作走到旁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县太爷浓眉紧锁，又对村长招了招手。大人，在你们村里，老周家和谁家有过仇怨？不瞒大人说，这老周一家老实憨厚，几乎都没有和邻家起过争执，在村子里也没下过什么仇人呢。你再仔细想想，不要往大里想，即便是你觉得不足为道的小仇小怨，都一一向本官道来。村长绞尽脑汁，一点一点的回想。周叔前些年因为晒粮食的场地被老王家抢了去，周婶子和王家婶子有过几句争执，然后就是周婶子太疼孩子，所以有些护犊子。大概是3年以前，因着周家这孩子和其他孩子在小河边玩，周家这孩子和老姜家姜老四的3儿子打架了，周家这孩子一不留神摔到河里，脑袋破了。周婶子还去姜婶子家里讨公道来着。县太爷都记了下来。旋即，县太爷随着周家人去了一趟周家，见到了被锁在屋里的疯婆子。疯婆子哭的声音都哑了，他让周家所有人回忆了一下前些年和村里什么人有过矛盾。周家人的说法和村长的说法差不多。王家人是没有嫌疑的，如果真的是王家人所做，那么拿到这块地以后，王家人肯定不会急于挖鱼塘，这不是自己供出来自己吗？还剩下姜家，姜老四是活死人，二儿子双腿残疾不能动，大儿子今年10多岁，三儿子5岁，小女儿3岁，2年前这些孩子们更小，肯定做不成。而秦九月是近1年才嫁到姜家的，自然也没有嫌疑，唯一有嫌疑的人只有宋秀莲呢。县太爷决定去姜家走一趟。姜大嫂看见县太爷一行人，直接吓得走路都不会了。县太爷去了北屋啊！老周家死的那个孩子肯定是北屋里的人干的，你说会不会牵连到咱们呀？真的假的？我亲眼看见的，县太爷已经进去了，估计这会儿正在抓人呢。姜老大心惊胆战的。没事，别怕，咱们跟老四家的早就分家了，就算没分家，这种事情也不能牵扯到亲人。别怕。你不怕，你哆嗦什么呀？大人，县太爷目光灼灼地盯着宋秀莲。你就是宋氏？宋秀莲点点头。大人，您找我婆母是为何？据本官走访，老周家一家人憨厚老实，从未和村里其他人红过脸。近些年来，只因为孩子的事情和你婆母有些矛盾，所以本官来问几个问题。宋秀莲紧张地握紧了双手。大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县太爷让江青野带着弟弟妹妹出门，关上门。还记得你是因为什么和周家有过矛盾的？那会儿我儿子刚把孩子们带回来，三宝那时候才2岁多，被他哥哥带去小河里抓鱼，他哥哥只顾着抓鱼，就把他丢到了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和周家的小子打了架。2个小孩子嘛，这手里也没个度量衡，不知怎么的，周家那孩子就跌倒了，脑袋磕破了。那时候我大孙子年纪也就7、8岁，也是个孩子呀，一看这个架势就害怕了，抱着我3孙子就回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是后来周家嫂子生气来砸门，我才知晓孩子看病的诊费我都出了。后来我还捡了1篮子鸡蛋去看孩子。我们2家也没有结下深仇大恨，依旧是像往常一样。县太爷抿了抿唇，听着宋秀莲也不像是撒谎。紧接着县太爷挖了几个坑问他，宋秀莲都完美避开了。应该不是他。县太爷的目光充满了茫然。这没有仇人的一家人，儿子被杀害埋尸，究竟是谁做的？难不成真的是外面来的拍花子，想要把孩子偷走？结果偷孩子的过程中，孩子挣扎得太过于激烈，所以才失手捂死了孩子，将孩子埋到了地里。这样似乎也能说得通。可是这么多年来也处理过好多起拍花子的案子，拍花子一旦进了村，目标可就不是1个2个的孩子，怎么会单单只拐周家的孩子呢？大人，能否进一步说话？秦九月低声和他说了几句。这投机取巧，不可取。那预祝大人早日破案，寻找凶手，给死去的孩子一个交代，给孩子们的家人一个交代。这话听着莫名不顺耳。县太爷出去北屋，江老大和江老二夫妻俩一起走上来。大人明察，小民已经同老四家分了家，不管继母和老四家的做了任何事情，都同我们没有关系啊。县太爷面色古怪地看了4人一眼，理都没理就离开了江家。他琢磨了半晌，越想越觉得似乎江老四媳妇儿出的那个主意可以用上一用，虽然说是投机取巧，可总比一筹莫展的好。县太爷前脚刚离开村子，后脚王大娘带着她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儿喜气洋洋地从府城回来了。他们买了鱼苗，还买了不少。老头子，老二，快出来帮忙啊！王老汉和王安父子俩一起出来，王大娘招呼着他们一起搬鱼苗。娘，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和大哥大嫂说一下。这个节骨眼上有什么事情不能等搬完鱼苗再说啊？先把鱼苗搬下来。哎，老二，你看看娘挑的这些鱼苗，一个个又大又肥的。娘，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必须得现在说。我们今天在地里挖鱼塘，挖出来了一具尸体。瞬间好像有一道晴天霹雳直接打在了一家人的脑袋上。谁的尸体？是老周家的，周大哥家前2年失踪的那个独苗苗。县太爷今天晌午就到了，咱家的地暂时被封了，在找出杀人凶手之前，估计是不能动了。就算是找出了凶手，我看那块地呀也不吉利了，阴气太重，怨气太重，养鱼是养不活的。这咋就让咱摊上了？村里分了这么多地，咋就把有死人的这一块分到咱们家了？咱家这是招谁惹谁了呀？陈秀秀似乎被吓傻了，喉咙里被堵了一块石头似的，一个字儿都发不出来。这么多的鱼苗要咋搞吗？可是把家里所有的存银都赔进去了，冬日里一家人要围在一起喝西北风啊！爹，你就少说2句吧，先把鱼苗搬进来再说，让娘和大嫂先回屋歇着吧，咱们爷仨把鱼苗搬进去。王大娘和陈秀秀婆媳2个互相搀扶着进去大门，进门以后，王大娘伸手就给了他一耳光。都怪你，我看呐，你就是个丧门星。捂着脸的陈秀秀在原地气得直流泪。当初选地抓阄的时候，原本他家这块地应该是秦九月家的，是他从秦九月手里抢过来的。陈秀秀后悔莫及。秦九月果然就是一个祸害。江家北屋，秦九月继续捣药，把药材捣得粉粉碎，成粉末状。娘，你这是在干什么呀？给周少爷做药丸子呀。哎，等我做出来给你看啊。好的，娘不要忘记给宝宝看哦。
你告诉我怎么做吧，我给你帮忙。把每包药的配药放进去，捣成粉末就可以。就这么简单呀？交给我了。江青也接过来，卖力地动作着。县太爷都跟你们说了什么？没什么。江青也撇嘴，不说就不说。喂，该给我爹喂水了。秦九月端起晾干的茶水走过去，将参片扔掉。明天再换一片吧。然后他用勺子耐心地一点一点地喂给江谨言。蓦地，他亲眼看见江谨言喝完水之后，唇瓣动了几下。这是要醒来的节奏吗？秦九月捏了捏他的脸，却没有任何反应了。三宝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进来。三宝，奶奶不是说让你和小叔儿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出门？你不仅出门，还那么晚才回来，该不该打？牛牛死了，我和二毛他们去地头上磕了个头。你们胆子还挺大，大人白天都不敢过去，你们黑灯瞎火的还过去磕头？为什么不敢去呀？他们怕有鬼。那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有鬼，那就好了，我们还可以和牛牛说说话。就算真的有鬼，他肯定也只吓唬害他的人，不会吓唬好人的。搞不懂那些大人有什么可怕的。三宝又明白了，原来大人不光是脸皮比小孩子的薄，大人的胆子也比小孩子都要小啊。所以说长大有什么好的？翌日一大早，村长一家人挨家挨户的通知，县太爷已经有了找出凶手的好办法，那便是借尸还魂啊！等一下，县太爷会找来2个道士，将去世的周大牛的魂魄召回到其中一个道士身上，这样就可以通过道士的口说出凶手是谁了。但是这个法子的完成需要整个村子的人参与啊！整个村子的人都要穿上白色的礼衣，而且不能穿红的或者黑的。若是有人穿红色的或者黑色的礼衣，招魂的过程当中会使得他魂飞魄散，无法超生的。村民们大多是迷信的，他们无比的相信鬼魂之说，也正是利用村民们这种心理，这个计划才能进行下去。果然还是用了这个办法。走吧，三宝和小舒儿也要一起吗？宋秀莲看了一下江清矿，老二，我们先走了。等到秦九月他们离开，江清矿才胳膊支着炕，慢慢的移动到楚那边，看了看里面还没被碾碎的中药，趴在炕上帮忙倒。他并不是在帮那个毒妇，而是在帮家里人。毕竟毒妇赚了钱，奶奶大哥以及弟弟妹妹就会吃得好一点，过得好一点。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到场了。不一会儿，县太爷就带着2个穿着道服的道士出现。村民们纷纷散开，围在场地周围。都来了吧？哎，是，除了不能下床的都来了。那好。忽然，其中一个道士直直地站起身，另一个拿着拂尘在他身上画符。被画符的道士似乎很痛苦，脸上透出狰狞的脸色。哎呦天哪，怎么这么可怕呀？真是长见识了啊！没想到天底下竟然真的有借尸还魂。很快就能知道这杀了老周家毒苗苗的凶手到底是谁了。秦九月心中失笑，他也没想到县太爷搞得跟真的似的。忽然，被画符的道士撕心裂肺地痛吼了一声：大人，死者周牛牛的魂魄已经聚齐，附在了他的身上，时间很短，大人有什么话尽快问。周家人像疯了一样的要冲上去。儿子，我是爹，你看看，你跟爹说2句话成不成？县太爷上前示意官差拦住老周家人。你是谁？周牛牛。你爹娘是谁？我爹周大勇，我娘韦芦花。你知道是谁杀了你吗？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听到最后一个答案。杀了我的人是没有穿白色礼衣，记住，没有穿白色礼衣的人。话音落下，扑通一声，道士倒地。每个人自证穿着白色礼衣，男的来我和村长这儿，女的去村长夫人那里，快点。人人自觉去排队，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纪大约摸40多岁的男人忽然撒腿就跑。抓住他！4名官差一起奔上去，他哪里是官差的对手，跑出去没有1里地就被官差们按在地上。怎么是他呀？杨大哥呀，他这人那么老实，怎么可能杀人？人不可貌相，不会是搞错了吧？这怎么也不敢相信杨大哥能杀人呢？看他穿了什么颜色的礼衣。官差一把撕开杨老大的衣裳。启禀大人，诛杀色。你还有何话说？我没有杀人。那我且问你，村长一大早应该去你家里交代了，一定要穿白色礼衣吧？你为什么没听村长的话？你为什么穿上村长特意嘱咐不能穿的红色礼衣？因为小明家里穷，就这么一身衣裳了。村长应该告诉你了，穿红色或黑色礼衣会让周牛牛魂飞魄散。既然你没有白色礼衣，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还说你不是凶手。老周家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杨大，咱们这么多年的邻居处着，我和你可以说是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就下得了如此狠心啊？杨大呀，老婆子我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仇什么怨，你冲着大人来呀！你冲着我那可怜的小孙子，你还是人吗你？丧心病狂，狼心狗肺，老头子要杀了你！要不是有村民拉着，老周家的人早就扑过来，把杨老大撕成七零八碎了。你是要主动交代，还是让本官严刑逼供？跪在地上的男人似乎知道自己今日逃不出这一劫了。我说，我主动交代，大人，主动交代可以减罪吗？那要看你的杀人动机和杀人手段，速速招来。杨老大吞了吞口水，终于是说出了这座埋藏在他心底2年多的秘密。原来杨家和周家自古以来就是邻家，关系交好，2家人处的就跟一家人似的。只是杨老大的年纪比周老大又大几岁，眼看着周老大比自己提前成亲，他心里就有些不得劲儿。好在后来家里人也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也成亲了，他就想着赶紧生一个儿子赶上周老大。可万万没想到，他那个媳妇儿不正经，明明已经和他成亲了，外面还勾搭了好几个光棍汉。有一次正好被他和周老大碰上，捉奸在床。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当时杨老大气急败坏，又因为周老大在旁边，无论如何都不能做这个缩头乌龟，所以他就一纸休书把那个女的给休了。说是当时周老大不在场，他可能会把奸夫怒揍一顿，把媳妇儿狠狠打一顿，让他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事情也就过去了。可休了媳妇儿之后，怎么着都找不到媳妇儿了，他成了个光棍，眼睁睁看着邻家的周老大媳妇儿有了身孕，还生了儿子，又眼睁睁地看着周牛牛越长越大。有一次杨老大从地里回来，他听到身后有孩子喊了他一句老光棍，扭过头便只有周牛牛一个孩子。周牛牛解释说是其他的小孩子喊的，当时杨老大只是闷声闷气的点点头，也没说什么。就是这个周家人当成自家人的光棍，在一个傍晚用一块糖把周牛牛哄到自己家里，用绳子把孩子勒死了。他把孩子的尸体藏进了大缸里，听说孩子丢了，还着急忙慌地跑出来帮忙找孩子。等到深更半夜，他偷偷摸摸地抱着尸体出去，本想把尸体丢到山上被狼分吃掉，可没想到刚走到那几亩良田处，就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王大富从远处踉跄过来。杨老大便抱着孩子躲进了茂盛的草丛中，干脆就把孩子的尸体埋在了下面。埋完孩子之后，正好下了一场雨，将他挖坑埋孩子翻出的新土一起全部淋湿，便再也分辨不出新土老土了。县太爷长长的舒了口气，终于破案了。这个人的每一句话证词，话里话外都包含着对老周家的不满，可事实上这跟老周家根本没有半分钱的关系。周老大比他先成亲，难道是周老大的错吗？他找的媳妇儿不正经，
难道是周老大的错吗？媳妇儿被捉奸在床，周老大夫妻俩有了孩子，还是周老大的错？真是太可笑了。来人，把杨阿大押解回衙门，择日宣判。周家老婆子哭得浑身抽搐。大人呐，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不能放过他。我家妞妞死的时候才4岁呀，还是那么小的孩子呀。大人呐，一定不能放过他呀。忽然一道声音传来，只见远处一个疯婆子冲过来，疯婆子的左脚踝全部破皮，鲜血淋漓，骨肉分明。有官差想去阻拦，竟然没有拦住他。那疯婆子冲到杨老大面前，双手掐着他的脖子，牙齿狠狠地咬住了杨老大的耳朵。不管多少人过来拉扯，他就是一动不动的。杨老大呼疼的声音响彻苍穹，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他硬生生地把杨老大的一只耳朵给咬了下来。押解起来吧。县太爷对周家说，明日你们爷儿俩去县里一趟，眼下赶紧给他看看伤口吧。县太爷解决了案子，准备打道回府，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秦九月，冲秦九月微微点头，算是表达感谢。只是没等他们撤，村里来了一趟牛车。请问秦九月是你们村里人吗？你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是来感谢秦九月的。前几日我同我怀孕的儿媳妇一起去镇子上，我儿媳妇一边走一边吃花生米，结果受到了惊吓，一个不留神被2粒花生米给呛到了，差一丁点儿就不行了。幸亏小娘子在，用她的法子让我儿媳妇脱离危险，要不然我儿媳妇真的是一尸两命了。秦九月从人群中走过来，就是这位小娘子，这可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呐。哎呀，孩子多亏了你，当日在镇上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就跑了。哎呦，我特意带着我儿子过来感谢你的。县太爷在一旁看着，看起来这个年轻妇人倒是有些本事举手之劳而已，还麻烦您跑这么一趟。哎呀，这不是咱们应该做的吗？儿子，赶紧的。只见赶牛车的年轻男人从牛车上面搬下来半麻袋东西。这都是咱们家里地种的，专门种了等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给儿媳妇蒸米饭吃。咱家也没什么稀罕东西，就给小娘子搬来了半袋子小米，也让小娘子尝尝鲜儿。秦九月当然是推辞，小娘子你是不是嫌咱这里少了？大娘，我怎么会这么想呢？当时的情况，无论谁碰到都会出手相救的，所以你不要这么客气了。你们种点粮食也不容易，这些粮食你们就带回去，给大嫂坐月子的时候蒸了吃吧。哎呀，家里还有不少呢，足够了。大娘既然带来了，就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除非你亲口告诉大娘，你是嫌大娘带来的小米太少了，你不愿意留下。既然送来了，那便收下吧，也是一片心意。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还懂医术？懂的，我家儿媳妇当时都快没气儿了，这小娘子3两下子就给我家儿媳妇把花生米给拍出来了。后面一个大夫说，就算是他都不能保证能救活我儿媳妇呢。县太爷笑了笑，目光上下的打量了秦九月一下，果然是人不可貌相。然后便带着官差离开了。老人家看到官差才反应过来，哎呦，天老爷，怎么还有官差呀？这人是谁呀？秦九月如实相告，老人家一拍大腿，哎呦，天哪，这可是青天大老爷呀，我没给他磕头呢。哎呀，宋秀莲和秦九月带着母子俩到了自家，无奈只能留下大半袋小米。不过母子俩临走的时候，秦九月送了他们一包桂花糕。等母子俩离开，秦九月找出自己前不久在山上采的紫珠，让江青野去送给老周家。告诉你周伯伯，把这个东西砸成糊糊，
敷在周伯娘腿上受伤的地方，1天2次，敷上3-5天就会好了。江青也哎了一声，拿着紫珠跑了出去。九月，娘都不知道你竟然还会医术呢。这个呀，以前在家的时候，村里有个郎中，经常会给我们小孩子们说一些草药的作用，我那时候挺感兴趣的，便留心了许多。秦九月坐在炕上要继续捣草药，但是打开草药包，却发现已经有8包被捣成粉末了。他们家里没有旁人，所以只能是江青矿。夏晌，三宝跑回家，告诉奶奶和娘，隔壁的王奶奶家又在挖鱼塘了。这一次王奶奶家有没有挖出其他的东西呢？我和二毛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蹲在地头上看了半天，就被王奶奶给骂回来了。她说谁要是再蹲在她家地头上看，她就拿锄头把小孩子给砍死。那你们就别去看了。王奶奶就是说说罢了，她怎么敢砍死我们小孩子呢？今天县太爷刚带走了一个杀小孩子的人，他想砍小孩子，除非他不想活了。娘，我有点饿了。这才哪个哪儿啊？太阳正挂在天上呢。秦九月余光扫过半袋小米，有了，给你们做个小零食吃。秦九月把淘出来的小米放在碗里，拿去灶房里蒸上。小米被蒸熟之后，就变成了小米饭。油锅烧至70%热，慢慢的放入小米方块，小火慢炸，炸至两面金黄便可出锅了。撒上一层盐巴和调料，就成了小米锅巴。秦九月做得多，还让三宝去和二毛几个人分享。小舒儿把铁根叫来，铁根吃着还拿着。院子里，铁蛋和招娣眼巴巴地瞅着。秦九月一早就注意到了，要是两个孩子礼礼貌貌过来要，秦九月可能会给他们一点，毕竟只是贪嘴的孩子罢了。大人的矛盾怎么可能波及到小孩身上呢？可秦九月却不想，接下来两个孩子的对话竟是如此。铁大哥，你想不想吃呀？你这不是说废话吗？谁不想吃啊？我刚才看见三宝拿了好多出去了，我们现在就出去抢三宝的吃的吧，都抢过来，我俩一起吃。成。那我们快去吧，等一下三宝跑远，我们就追不上了。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秦九月唯恐三宝不是两人对手，会被欺负了去，便跟了出去。站在门口，就见三宝已经和二毛他们会合了，5、6个小男孩在一起。铁蛋和招娣2个人指定不是他们的对手，秦九月这才放心的回来。不一会儿，秦九月就从门缝里看见铁蛋和招娣哭着跑了回来。其实不想笑的，可是根本忍不住。小舒儿看着秦九月嘿嘿的笑。你在高兴什么呀？娘高兴，宝宝就高兴。乖宝宝，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娘，给宝宝做了什么好吃的呀？麻辣兔头、小炒兔肉和红烧兔腿，怎么样啊？娘，宝宝觉得不怎么样哎。为什么呀？胖胖是小舒儿的朋友呀。哦，那我们就吃你朋友的宝宝。可是宝宝那么小那么小。那就等到小兔子长大以后再吃。小舒儿赶紧跑到笼子前面，轻轻地摸了摸胖胖的脑袋。不怕哦，我会保护你们的。傻小舒儿，你放心吧，娘是吓唬你的。哦耶，宝宝就知道娘亲对我是最好的啦。秦九月把这箱所需的药粉研制完之后，又从小包袱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在镇子上买的香料。秦九月上一世是杀手，所以拥有许多不同身份的专业技能和知识，而中医的身份就是其中之一。把香粉和药粉混合，然后秦九月起锅烧蜂蜜，做完丸子还剩下一点蜂蜜，秦九月也没有浪费，而是用来做了大蜜丸。大功告成。江青矿一直盯着秦九月，他知道秦九月做的是什么，他看过的书里多多少少有些记载。奶奶以前提起过，秦九月家里是穷得揭不开锅了，才把他给卖了。
但凡秦家人有这么一门手艺，也不至于把秦九月卖了。所以不是祖传，他又没读过书，是怎么会做的？江清旷紧紧地蹙起眉头，额头上拧了一个大疙瘩，久久都想不明白。娘，你晾那么多羊屎蛋蛋做什么？宝宝，这个呢不是羊屎蛋蛋，是可以治病的药，是好东西。只是长得埋汰了一点。秦九月把晚饭做好，江大嫂、江二嫂进去灶房，接着做饭。这个婆娘真是小气到家了，那么大锅肉盛得干干净净的，一点肉皮子都没留，吝啬鬼！是啊，真是小气死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骂骂咧咧的切菜、烧火、做饭。大嫂呀，你没叫老三家的呀？没，不稀得叫他。三房屋里，爹娘，我好饿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吃饭呢？铁根又问了一句之后，三嫂才站起来，从箱子最上面拿出仅剩的2块桂花糕。儿子，你先吃了垫吧垫吧。铁根狼吞虎咽的把2块桂花糕吃了。爹娘，我想吃窝窝头，想吃白米饭，还想吃菜，桂花糕不顶饿。铁根儿，你去奶奶家看看，问问奶奶家还有没有剩下的饭，你先凑合吃一顿好不好？江老三，你还要不要脸了？让儿子去婆母家里蹭饭吃，你怎么不说去大哥二哥家里讨公道呢？每年收成的粮食都要放在一起，别说没打架，就算打了架分了家，他都不该不让咱吃东西啊！婆母家里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人家里的孩子比咱还多，平日里给点肉给点零嘴，我都觉得没脸收。你还撵着儿子去人家那里蹭饭，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儿啊，你先忍一忍，要不先喝口水。不行，我得去找大嫂二嫂问问，到底是因为啥才不让咱一起吃饭的。媳妇儿，你就别去自找麻烦了，可能今天真的是大嫂二嫂忘了。忘了？忘一次还行，日后若是忘1天呢？忘3天呢？忘半个月呢？我想让咱们一起吃也行啊，那就把粮食分一分，占着咱家的粮食还不给他吃饭，这是什么理儿啊？三伯娘在家吗？我是青野。在呢。青野呀，有事吗？江青野手里端着红烧肉和凉拌马齿苋，旁边的三宝手里端着竹篾子，竹篾子里面是5、6个窝窝头。三伯娘、铁根弟弟，奶奶让我来给你们送点吃的，是我们吃剩的，但是不脏的，你们不要嫌弃。青野，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乖孩子，你们赶紧端回去，明儿早你们一家人热乎吃正好。把东西放在小炕桌上，撒腿就跑了。江三嫂都没抓住他的衣角。哎，这孩子，娘，快过来吃，闻着就好香啊！江三嫂走过来，告诉江老三，明天你不需要粮食，那就我去。没几天就是咱爹的忌日了，等咱爹的忌日过了再说这件事好不好？江三嫂唉声叹气，终究是妥协了。北屋这边，秦九月和几个小宝们忙里忙外。娘，胖胖要生小兔兔啦！三宝和小舒儿紧张的不行，乖乖巧巧的蹲在旁边，看着奶奶给胖胖接生。一炷香的时间都没到，就生下了6只小兔子。应该是没有了。奶奶，这样就好了吗？对，胖胖已经把小兔子全部生出来了。小舒儿开心的在北屋里转来转去的，最后来到江谨言身边。爹，宝宝告诉你哦，奶奶生了6只小兔兔呢。嘿嘿嘿，宝宝说错了，是奶奶帮胖胖接生出了6只小兔兔呢。嘴巴是有点笨笨的。奶奶，娘，明天宝宝可以让铁根哥哥来看兔兔吗？小兔子太小，3天以后再让铁根来看。好的，宝宝记在小心心里喽。乖孩子。娘，我回来了。是姑姑来了。姑姑。江麦芽一只手里拿着香纸，另一只手里拎着1斤猪肉进来北屋。江麦芽的长相和宋秀莲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五官便透露着精致和温柔，看起来没有一点脾气，很好相处的样子。哎呦，我的乖女，你怎么看起来又瘦了？没有瘦，娘，你长时间不见我了。嫂子，秦九月应了一声，赶紧给姑姑拿绿豆糕、桂花糕去啊。哎，好。江麦芽满脸的惶恐，不敢置信这是他嫂子能说出来的话。从秦九月嫁过来一直到现在，这是江麦芽见他的第3面。前2面，秦九月只看中他拎来的礼，对他爱答不理的，甚至不让他在家里吃饭就赶他走，更别说主动的给他拿小零嘴了。看着女儿一脸不敢动的样子，快过来坐，让娘好好看看你。江青也从柜子里把秦九月前几天在镇子上买的吃食全部拿了出来。小舒儿最喜欢姑姑了，缠着江麦芽去路边摘狗尾巴草，给她编小兔子。小家伙没有枕头，一不留神儿，小脚丫子就踩在江麦芽的大腿上。江麦芽脸色忽然一变，似乎痛得不得了。怎么了？没什么，小宝踩了一下。姑姑不痛，都是宝宝不好，宝宝错了。姑姑不疼的，我们家小舒儿长胖啦。你嫂子整天用肉喂，哪里有不胖的道理？江麦芽再看向江青野、江青矿和三宝，果然3个侄子小脸上都长了些肉，比上次搭过来看的时候要气色好很多。难道嫂子真的转性了？这真是菩萨保佑。该去你3个哥哥那里坐坐了。行，我这就去。乖乖，姑姑去你大伯、二伯、三伯家坐坐，很快就回来啊。宝宝等姑姑回来去编小兔兔。江麦芽出了门，秦九月这才走到宋秀莲面前。那个，你最好看一看小姑的身上有没有伤。九月，你的意思是？我只是有些怀疑，所以你还是看一看比较好。我们也经常被小舒儿踩到，不过应该没有那么重的反应。宋秀莲认认真真的回想了一下，脸色逐渐的凝重起来。九月说的对，只是被小舒儿踩了一下，怎么会表现出那么痛苦的样子？江麦芽先去了江老大家，正好江二嫂夫妻俩也在。大嫂、二嫂，大哥、二哥。江二嫂的目光率先落在江麦芽的双手上。呵，方才明明从窗户里看到那江麦芽拎了一斤肉来的，没想到就搁在了4房。哼，果然还是和一个娘生的亲呢。也没有人让江麦芽坐下，江麦芽只好说道：大嫂、二嫂，晚上来北屋里一起吃吧。那好呀，小姑啊，还是得托你的福，我们才能跟你娘啊一个桌上吃饭。这话阴阳怪气的，江麦芽尴尬地站在原地，双手紧紧地捏在一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那我去三哥家交代一声了。去吧。江麦芽立刻退出堂屋，马不停蹄地跑去了三哥家里，却不成想只有江老三在家。小妹，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好一会儿了。小妹过来坐。三哥，我三嫂呢？带着铁根去镇上了，估摸着傍晚能回来，应该能赶上吃饭的时间。小妹，你在婆家还好吧？挺好的，三哥你们不用挂念。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江老三赶紧从柜子最上面拿出仅剩的一块桂花糕。就一块了，磕碜了点儿。小妹你快尝尝。三哥，我在娘那里已经吃了，您赶紧收起来，留着给铁根吃。没事，今天你嫂子去镇上，还会给铁根买其他的吃食。那就留着给嫂子吃。大嫂呀，这麦芽在咱俩跟前儿就待了一盏茶不到的功夫，这怎么在老三那儿就待了这么久呀？你说他会不会背地里偷摸给老三家东西啊？哎呀，要不是你提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个，指定是你说的这样啊。老四不在家的这些年里啊，听我家铁蛋他爹说呀，这小姑子呀就和老三最好了，他指定是一样的哥哥，两样对待。要不咱俩偷偷去看看？去啥去啊？像乞丐似的，我反正又不贪他那点东西。是哈，大嫂说的有道理啊，我也不贪那些东西。哎呀，我去趟茅房啊。巧合的是，
江麦芽刚从江老三屋里出来，江二嫂也正好从茅房里出来。哼，给你三哥家送什么好东西了呀？二嫂，你别这样说，我咋去大嫂家的，就咋去三哥家的。我来的时候就割了一斤肉，等晚上我让娘炒了，咱们一家子人一起吃。小姑啊，你说这话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姑姑，快进来！姑姑，来。江麦芽脸上这才重新挂起笑容，小跑过去。青野和三宝呢？姑姑，大哥和小哥都去小河边去捞田螺啦。娘做的田螺超级好吃，我们都想让姑姑去尝一尝。姑姑吃什么都行，别累着你娘。姑姑，娘可好啦。他从心里由衷的感到高兴。姑姑，我们出去找狗尾巴草吧。好啊。两人手牵手出去了。灶房，秦九月在准备食材。九月，你一个人做一家子的饭太辛苦了，回来帮忙给你洗洗菜、摘摘菜吧。好啊，那就辛苦娘了。不辛苦，娘不辛苦，你才辛苦呢。时间差不多了，秦九月开始做饭。九月呀，你这是做的什么呀？能不能告诉娘，娘也学一学？好啊，其实很简单的。娘，你看好了啊，锅里下油，下葱姜蒜，炒出香味儿，然后再加肉丝，将肉丝炒至变色，加太油，再加入咸菜和土豆丝儿。真香！这咸菜土豆丝儿看起来卖相就不错。那这个茄子又有什么做法？咱们做茄子之前，要想让它早点入味，就先这样，把盐巴、酱油、太油、花椒碎腌起来。那先放一会儿，这边呢，我们放半碗水，加淀粉、盐巴、酱油、老陈醋，调一个酱汁。我的个乖乖，咱们平时做饭可从来没有这么讲究过。要想菜好吃，那肯定要舍得放调料。这边我们先炸一个茄子，等到酱汁变得浓稠冒泡，咱们再加入切好的小葱花。可以了，出锅。香，真是香。九月，你可真是好厨艺呀。秦九月看到江麦芽带着小舒儿回来了，立刻拍了拍宋秀莲。宋秀莲放下手里的抹布，去了北屋。麦芽，姑爷对你咋样？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娘，你怎么突然这样问？你跟娘说实话，你的腿是不是受伤了？啊，没有啊，怎么会受伤呢？哎呀，娘，你就不要杞人忧天了，我真的很好的。你快去帮嫂子做饭吧，别累着嫂子了。麦芽，你可不能骗娘。哎呀，娘，我从小到大骗过你吗？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这倒是，不过麦芽，你和姑爷成亲也有几年了，你这肚子怎么一直都没见动静啊？娘，这种事情不就顺其自然吗？哎呀，你快去帮嫂子吧，快去快去。江麦芽把宋秀莲推了出去，江麦芽这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转过身，发现两双圆溜溜的眼睛正盯着自己。小舒儿也就罢了，可是江清旷不是小孩子，他直勾勾地看着江麦芽。姑姑，你在婆家是不是被欺负了？怎么会呢？你怎么和你奶奶似的，疑神疑鬼的？姑姑，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一定不能忍着不吭声，不然他们一定会欺负得更厉害。你尽管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没人欺负姑姑，没有人欺负姑姑。晚饭，麦芽，以后你再来给你爹上坟，得去大哥家里。大哥现在才是一家之主，知不知道？江麦芽心里有些不开心，但为了不在饭桌上闹别扭，为了让这顿饭可以吃下去，闷闷不乐地应了一声。要吃饭就好好吃饭，想说别的就出去说。小姑是给爹上坟，去谁家有什么分别吗？要是说给你上坟，来我家那是不对。老四家的，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啊！你这不是咒你大哥吗？我说的不对吗？谁家连这种事情都要做文章？今日若是小姑去了你家，你肯做出一桌席，让全家人都去你家里吃饭吗？你
做不到就不要瞎咧咧，省得风太大闪了舌头。要是再说一些有的没的，那就赶紧滚。老娘出鱼又出肉，忙活了大半天做了一桌菜，不是看你们脸色的。爱吃吃，不吃滚。先吃饭呗，有鱼有肉，先吃饭。吃。铁蛋吃得满嘴流油。爹娘太好吃了，我们以后可不可以天天吃啊？我好喜欢这个肉末茄子呀，吃茄子都像是吃肉一样哎。得了吧，你没有这个福气，谁让你们有个亲奶奶呢？没有亲奶奶，有亲娘也是一样。难不成当亲娘的对自己亲儿子，还不如当奶奶的对亲孙子？那要是这样，这个当亲娘的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江大嫂明知秦九月是在骂自己，可偏偏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江老大一杯白酒下肚，老四媳妇儿，你这样子，大哥就不得不说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了。那你还是别说了，我怕我不高兴，起来会掀桌子。江老大脸上闪过了一丝愤愤。行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家都少说两句，快吃饭吧。江老大这才找了个台阶下，低头干饭。小舒儿和三宝很快吃好了，跟着铁根出去玩。铁蛋和招娣告状：爹娘，铁根他们都不带我们玩。嘿，你说你贱不贱呢你啊？人家不愿意跟你玩，那你就不跟他们一起玩呗，你就不能去找别人玩啊？可是村里的小孩都不愿意跟我玩。那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呗。吃了饭，天色已经不早了，江麦芽得回去了。秦九月给江麦芽拴了3条鱼，让他带回去。江麦芽一直在推辞：“你就收下吧，这是你嫂子的心意。”江麦芽这才拿在手里：“我去送麦芽吧，天都黑了。”老三，辛苦你跑一趟了。宋秀莲和秦九月把2人送到门口，正好隔壁的王安出来，冷不丁地撞上江麦芽：“麦芽，你回来了。”江麦芽哎了一声，看着江老三：“三哥，走吧。”兄妹俩从王安面前经过，王安双手握拳，看着江麦芽的背影，眼睛一片模糊。半夜3更，秦九月被江大嫂哀怨的声音吵醒：“哎呦喂，我的个亲娘哎！疼！怎么回事？可能是2口子吵架了吧。”然而一炷香的时间以后，院子里响起嘈杂的小步声。九月，你继续睡，我去看看。宋秀莲出去以后，就看见江老二背着江老大，江二嫂和江三嫂扶着江大嫂，江老三背着狗蛋，脚步匆匆地往外跑。老大媳妇儿，这是咋了？娘，大哥一家3口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郭叔家的驴车借来了，带他们去镇上看大夫。那赶快去吧，就是咋了呀？那我先出去了，娘赶快回去接着睡吧。宋秀莲捏紧双手，目送他们离开，她心里有些惴惴的。不管怎么说，一家3口的最后一顿饭是在他们家吃的。虽说老二一家和老三一家都没问题，可是耐不住老大媳妇儿不讲理呀。宋秀莲如今只能祈求一家3口能安然无恙，不然……是怎么一回事啊？宋秀莲便把事情说了一遍。秦九月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天丢失的蛇皮，便猜了个8、9不离10。快睡吧。天还不亮，驴车载着江老二和江老三回来了。娘，大夫说是肚子里生了虫子，说是什么或因腑脏虚弱而动，或因食甘肥而动，其发则腹中痛。因为昨天晚上吃了不少肉，所以大哥一家才会腹痛难忍。那大夫说医好了没有？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大夫说要把虫子杀死就得下猛药，是药3分毒，更不必说是猛药了，所以难免大哥他们会伤身。给大哥他们灌了药，昨天晚上拉了1碗，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让我媳妇留下照看着，我和二哥就先回来了。没有危险就好，能治好就行。宋秀莲回屋以后，又告诉了秦九月。秦九月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三宝和小舒儿也不出门了，就蹲在兔子笼旁边，看着胖胖喂小兔子。两个小家伙脑袋对着脑袋，叽叽咕咕的在给小兔子取名字。我有个办法，就叫他们大兔、二兔、三兔、四兔、五兔、六兔好啦。宝宝觉得这样不太好，太随便了。我们要用自己的小心心给小兔兔们取名字，让小兔兔们能够感觉到我们是喜欢他们的。那就叫大喜、二喜、三喜、四喜、五喜、六喜。舒儿，你和三哥说，他要是再胡说八道，就给你的小兔子呀叫大宝、二宝、三宝、四宝、五宝、六宝。不可以，小兔子怎么能和我重名呢？以后你们叫三宝的时候，我哪里知道是叫的我，还是叫的小兔子？那你就和小妹老老实实的给小兔子们取名。两个小家伙继续叽叽咕咕的合计。秦九月把剩下的草药和香都碾碎，按照一定的比例掺和起来，装在一块手掌大小、方方正正的小白布里。他拿起针线筐，穿针引线，打算缝起来，可是笨手笨脚的。九月呀，要不还是娘来吧。秦九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递给宋秀莲。最好封得结实一些，因为里面是粉末，我怕会跑出来。只装一层吗？这是里层，外层我打算去买个香囊，把这个装在香囊里面。我闻着也不是很香，这是香囊吗？不算香囊，算是药囊，带在身上可以治病的。这点小东西还可以治病？这也太神奇了。这样，九月，你也别花钱买香囊了，我给你做一个。不用，我去镇上买现成的就好。我在家里也没事做，你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呀？还是说你不相信娘的手艺？你的眼睛能行吗？不用担心，最近都好多了。我以前晚上上了黑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晚上都能看见，这别说青天白日了。放心好了。那你别逞强啊。娘知道，娘给你缝上香包，就做香囊。奶奶，娘，我们给小兔兔取好名字啦。取了什么名字呀？红橙黄绿青蓝紫，小红小橙小黄小绿小青小蓝，还没有小紫呢。宝宝们和胖胖商量好，让胖胖过几天再给我们生下一个小紫。这个，没有公兔子的话，胖胖怕是做不到啊。大哥做什么去了？你大哥帮我去办事了。哦，九月，你看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可以。之前他做的药丸子和香丸也晾干了，秦九月依次收起来，打算明儿就去镇上交货。这时江老大一家回来了。不然我捡几个鸡蛋去看看老大一家三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的好。昨天晚上他们是在咱家吃饭的，按照大嫂的性子，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宋秀莲想了想，也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他们若是不去看，估计日后也少不了被他用这事儿拿巧。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得了。想着，宋秀莲便端起木盆去洗衣裳了。奶奶，我们也去，我们去河边玩。院子里陆陆续续的来了人，听声音应该是江大嫂的娘家人。秦九月也没有放在心上，却没成想他刚走到院子里，堂屋门却打开了，里面走出来好几个男人。你给我站着！小弟哪儿呢？大哥、二哥、三哥，就是他。我们一家人呢，就是昨天晚上吃了他做的饭。我们一家三口呀，才变成这样的。哥哥们呀，要让他赔给我们药费。那么多人吃，怎么就你们有事？其他人怎么没事？他们皮糙肉厚的，我们一家娇贵。我妹子嫁到你们家，不是给你欺负的。今天我们当哥哥的，非要给妹子讨回一个公道。要么你乖乖拿出20两银子，作为我妹妹妹夫的医药费；要么，让我们兄弟仨把你的腿打断。哦，要20两银子？对，20两银子，少1分都不行。
江大嫂心里得意的厉害，她特意让江老二一家把江老三一家想办法弄出去了。刚才她瞅了一眼，发现宋秀莲和江青野也不在，现在老四房里就只剩下秦九月一个全乎的人，他可是有3个哥哥呢。秦九月，你但凡是个识时务的，就赶紧把银子拿出来，不然，我3个哥哥非得把你打得鼻青脸肿、满地找牙不可。你们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的上？男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就在这时，秦九月挥着拳头飒飒生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男人面门，一拳头狠狠落在男人的鼻翼之上。只听到清脆的嘎嘣一声，鼻梁骨断开。剩下的2兄弟对视一眼，纷纷挥着拳头上前，一左一右的包围秦九月。秦九月正面迎战，一手握住一人的拳头，以此为支撑点，双腿腾空飞起，狠狠撞向另一个人的胸膛。那人向后踉跄2步，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秦九月一脚踢一个，像踢沙包似的，将3人打得瘫软如泥，倒地不起。大哥，你没事吧？妹子，要他赔100两医药费，100两。你说什么？不自量力。秦九月，你未免也太过分了！这下你不光要赔我的医药费，我3个哥哥的医药费也要你出100两银子。你再说一遍。你给我等着，我要去找村长，我要让村长主持公道。江大嫂真的把村长找来了。那个老四媳妇儿，你出来一下。村长，你有事吗？你大嫂说你把她娘家的3个哥给打了，有这回事吗？没错，是我打的。村长，你听见了吧？秦九月他自己都亲口承认了，我3个哥哥就是他打的。我3个哥哥大老远的跑过来看我，却被这个当弟媳妇的给打了。村长，你要给我们讨回公道啊！你为什么要打他们呢？他们说要打断我的腿，为了保住我的腿，我只能先下手为强了。那老四媳妇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村长，你且先听我说事情的前因后果。昨天晚上，老四媳妇做了一桌饭让我们吃，结果我们吃完，一家3口当天晚上差点去找了阎王爷，幸好赶紧去了镇上，找了大夫看了病，我们一家3口啊，才捡回了3条命啊！大夫都说了，指定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啊，肯定是老四媳妇在菜里偷偷放了什么，正好被我们一家3口给吃了。你说说，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家向他讨要诊药费，是不是应该的？我3个哥哥替我们一家3口去找秦九月要诊药费，打断腿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啊。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诊药费啊，他不光不给，还动手打了我3个哥哥，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了？村长，我把大嫂的娘家人给打了，可以开祠堂了吧？哎，说什么傻话呢？祠堂是说开就能开的吗？你们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那又不是解决不了。既然犯了规矩，那就按规矩办事。村长，不然问一下大嫂和大嫂娘家的兄弟们，愿不愿意开祠堂？开就开，谁怕谁呀？那就麻烦村长做个见证，现在就去请江家的族长开祠堂。哎呀，江婶子，你怎么还在洗衣裳呀？你是不是不知道你家老四媳妇惹事了？现在要去开祠堂了，你赶紧去看看吧。端着木盆往家里跑，回到家，宋秀莲发现人都已经不在了。奶奶，他们已经去祠堂了，你赶紧去看看吧。哎，那你看好弟弟妹妹们。宋秀莲急匆匆地往祠堂跑去。祠堂里，青爷娘，听说你把铁蛋儿他娘家的3个兄弟给打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族长，昨天小姑来家里给爹上坟，我做了一大桌子菜，让大哥、二哥、三哥3家人都来北屋吃的饭，大家一个碗里放筷子，其他人吃了都没事。结果深更半夜，大哥一家人生病了，去镇上看了大夫，回来非说是我在菜里下了毒。哼，铁蛋娘，你觉得是老四媳妇在菜里下了毒？族长大人，昨天一整天总共吃了2顿饭，早晨喝的稀粥窝窝头，中午没吃，晚上在秦九月的家里吃的饭，然后半夜就出事了。你评评这个理，难道不是秦九月做的饭菜有问题吗？是不是除了你们一家3口之外，吃了同样饭菜的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呢？族长大人，这没什么可攀比的，有的人身体好，有的人身体差，
有的人整天吃糠咽菜也能长得高大健硕，有的人呢整天山珍海味的也可能长得像小鸡子一样。不能拿我们和老二老三家比啊，只能说是吃了秦九月做的饭出了问题。我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我只是想让秦九月把我们的诊疗费出了。我三个哥哥也是好心，想去他们房里啊帮我要诊疗费的。可秦九月呢不由分说的就对我三个哥哥动了手，他这不是明摆着打我的脸吗？以后还要不要让我回娘家了？还请组长大人明鉴。老四媳妇儿，你又有什么要说的？大哥一家人出事，的确跟我有关系。九月，你别胡说八道。不过，不是和我昨天晚上做的饭有关，而是和我之前捡到的一条蛇有关。我前几天在山里捡了一条蛇，因为我怕蛇皮上有小虫子，小孩子吃了会坏身子，所以我就把蛇皮剥了下来，放在了灶房里。结果第二天一早，我想拿着蛇皮去村口喂狗，发现蛇皮没了。据我猜测，应该是大嫂偷煮了吃了吧。我才没有，谁稀罕你的蛇皮啊？我根本没有见过你的蛇，你个小泼皮，需要泼脏水啊？我的确也没有证据，上面所说的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组长，你听到了吧？秦九月这是耍着咱们玩呢，他根本没有证据，他根本就是借口胡说八道。老四媳妇儿，你大嫂说的对，抓人抓赃，没有证据的事儿，你就是胡说八道，不能作为你的证据。那么大哥一家人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就是吃了我做的饭才出了问题呢？我们昨天根本没有吃其他的东西啊。按照刚才的逻辑而言，这也是你的一面之词。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昨天你除了我家的饭什么都没吃呢？来了来了！谁在大声喧闹？外面江青野已经拽着一个老者跑了进来。是哪个生病了？大夫，实在是很抱歉，我撒谎骗了你。可如果我不撒谎，大夫你肯定不会跟着我过来的。你这个小混蛋！组长，这位就是给我大哥一家人看病的大夫，现在我们不妨来问问他。大夫，你看看东边这位妇人是否认识？认识，正是凌晨半夜3更来我家药铺里砸门的病人。哦，他们一家人得了什么病？根据他们主动说的近7天的进食来看，10之8九应该是吃了一块蛇皮。众所周知啊，蛇的生活环境阴冷潮湿，所以很是容易滋生虫卵。如果蛇皮不能得到有效干净的清洗，虫卵会依附在蛇皮上，一同吃进肚子里，就会产生病人一家3口这样的情况，腹痛难忍，生不如死。原来是这样的呀！哼，亏我方才还可怜江老大一家3口。老话怎么说来着？自食其果。要是不当贼偷别人的东西呀，一家3口也不至于在鬼门关上跑一趟。现在竟然还有脸去老四家里要医疗费，脸怕是都要被打肿了。还让他娘家哥哥来要，那仨哥哥单单站在那儿就虎背熊腰的，看着就让人害怕。这不是明摆着欺压老四家的吗？是啊，偷了别人的东西，吃坏了身子，还要别人赔偿诊疗费，这种事情是个人都干不上来吧？组长深吸了一口气，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变成这个样子。江老大媳妇儿，事到如今，证据、证词、证人都摆在这里，你还有何话要说？啊！组长大人，我。江组长大人，就算这件事情是我妹子做的不对，可是秦九月出手打我们兄弟3个的事情呢，这可是2码事，要一码归一码。现在我妹子的事情处理完了，是不是该处理我们的事情了？村长、组长，若是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公道，这件事传出去，你们杏花村可要出名了。一个当弟媳妇的把嫂子家的娘家人给打了，真是你们杏花村的好民风啊！你们说是江老四媳妇儿把你们打成这样的，有没有证人？江大嫂心虚地抬起头。我是证人。围观的群众发出一声哄笑。你们蛇鼠一窝，狼狈为奸，还是算了吧。我断了的鼻梁就是证据。大嫂的大哥，我记得是你堵住了灶房，逼着我要钱，我一不留神推了你一把，你不注意脚下没站稳，自己磕到门板上的，这也怪我。你自己家里的事
原本就应该自己关起门来解决。不管是你们这些当大舅哥的来姊妹家作威作福，还是一些出嫁来的大姑小姑来兄弟家作威作福，胳膊未免都伸得有点长了吧。这话一出，不管是男的女的，纷纷点头称是。族长，既然大嫂能做出这种事，就说明大嫂心里早就不把我们当成自家人了。为了避免以后惹是生非，再来劳烦族长和村长，所以还请村长和族长做个见证，把我们分出去，让大嫂眼不见心不烦，也让我们不用整心提心吊胆，会被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污蔑。你说谁心术不正呢？你自己心里明白。青爷娘，你是心意已决吗？秦九月重重的点点头。那你婆母是怎么想的？你问过你婆母的意见吗？你婆母也愿意分出去吗？这时候宋秀莲赶紧上前，冲着秦九月坚定的一笑。族长、村长，我都听九月的。果然呐，亲儿子娶的媳妇儿就是亲，就算搓磨死你啊，还是向着他的。哼哼，果然人心隔肚皮。大伙儿们啊，要记住了，以后对后娘呀可不能尽心尽意的，关键时刻呀，人家还是向着亲儿子亲儿媳的，管你是谁呢。姜老大5岁，姜老二3岁，姜老三刚出生的时候，你亲婆母就去世了，是宋氏含辛茹苦把你们3个抚养长大，视如己出，我们都睁大眼睛看着呢。老大家的，你说这话可就丧良心了啊！姜大嫂扁了扁嘴，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族长气得拍了拍桌子。既然老四媳妇和宋氏都同意，那我今儿就坐着把你们分出去。你们家老宅子的斜对面有一块空地，那里本来就是划给你们的，你们尽管在那儿盖房子。村长，不知道咱们村有没有空闲的宅子，能让我们暂时住一住啊？有倒是有，不过是杨老大家的宅子。杨老大就是前几天被县太爷带走的孩童凶杀案的犯人，他爹娘早就去世了，又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媳妇儿孩子，他家里的宅子就落下了。你们要是愿意住，就暂且住在那里，每个月给村里几10个铜板意思意思就好。秦九月看了眼宋秀莲，宋秀莲还是一副都听秦九月的样子。那好，我们就暂时住在那里，等到新房子建好了，我们就立刻搬出来。族长，那我哥哥被打，让你3个哥哥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休要再说什么了。姜大嫂气得要死，又不敢和族长村长较劲儿，暗戳戳在心里快恨死秦九月了。族长挥了挥手，算是让大家都散了。妹子，我们来给你撑腰的，现在算怎么回事？其他的先不说，我们总得要去看大夫吧。我们兜里可是比脸都干净，妹子，你不能不管我们。可是我也没钱呀。妹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想赖账啊？我们可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你不能不管我们呢。你一言我一语，把姜大嫂吵得头都要大了。姜大嫂翻了个白眼儿，就要装作晕倒，却被大哥一把拉住。你小时候就爱玩这种把戏，别以为现在还能骗得过我们。快回去给我们拿诊疗费去。回到家里，姜大嫂抠抠搜搜的摸出1两银子，家里啊就这么1两银子了，拿来吧你。大哥一把抢了过去。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什么都不来替你撑腰了。你这事做的忒不地道了，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姜大嫂又气又急，站在院子里大声吼道：要搬家的赶紧搬，今天晚上搬不走的，明天就休想再回来搬。秦九月和宋秀莲带着江青野和3宝去了杨老大家里收拾，小叔儿在家里陪着江青矿。大哥哥，大伯娘又疯了。小妹是不是很怕大伯娘？小家伙不好意思的点点头。等搬了家，小妹就再也不用听大伯娘骂骂咧咧了。秦九月一收拾就收拾到月上柳梢头，终于把杨老大家里收拾干净了，开始回来倒腾东西。秦九月让江青野去老郭头家里借驴车，不曾想老郭头驾着驴车出去了，还没回来。没有驴车，今天晚上怎么也搬不完呀。大伯娘说今天搬不完，明天就不让咱们搬了。
那该怎么办呀？他说不让搬就不让搬，他算个球啊！先搬一些轻巧的东西，重的东西明天再说。一家人来来回回的不知道多少趟。